嘿，大家好，我是 Ason 了。那今天呢，我們來到這個實況主挑戰週的第6天 ，Day 6。對，那今天呢，我們打那個隊友是誰？那又是它是一個循環來的。那我們之前打過，那因為這個遊戲的那個實況主其實沒想象那麼多那其實會是有重複，也是人之常情啊。那就是這次打那個對手就是我們熟悉的實況主玩家。Reborn Gates ID 對，那這次我們就來看一場跟這個 Reborn Gates ID 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對那一開始前也是一句，如果你喜歡的話，先訂閱一下，謝謝。那其實這部素材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這部素材是我直播的同時一邊打一邊錄的。什麼意思？就是我在打這個素材的時候，其實我當時也是在直播。那你可能想問了，為什麼直播的素材會那麼的清晰清楚，那麼的高清呢？那其實這個是我一邊直播一邊錄影所帶出來的效果。對，就是電腦的性能好就可以做那麼任性的事情，一邊直播一邊錄影。對，那所以的話，這不就是一個直播的素材就是我直播的素材。那不只是對手直播，而且也是我直播的素材。对。那已經來到這個第1局的尾聲，而且完結了。那來到這個第2回合，那第2回合的話打 Reborn Gates ID， 那我們其實也是跟打主流玩家一樣，就是不要讓他的綠色能量球抓到，就是那個打阿澤爾的一個方法。那但是他當然不是只用那個阿澤爾，他還有用什麼聖獸那些，但我們還是用以往的那種打 Meta 玩家方法跟他應付他就行了。OK， 這邊的話打下去。那我們這邊的話前期階段，就這個地圖有點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重生點就是它的 spawn 點就在離前面是有個階級，就是有個高低差的。那高低差對我的超雄是一個很大的優勢。為什麼？因為大家知道我超雄的那個重低，自從 buff 之後，那個距離跟這個自瞄幅度就增長增大了很多很多。那時候如果只要把對面打下去掉下去的話，我就可以讓對面陷入這個兩難狀況，就是究竟他要防禦還是直接跳走。那如果他猜錯的話，他就會被我那個低後就是重低抓住，像現在一樣。OK， 那現在OK， 這邊可惜這邊就抓不到他，因為那個無敵時間還沒過。哎呦，這不錯。那現在讓他打下去，那好險他沒有把我噴磚。那其實現在那個時間應該是他噴磚應該是差不多好。那他沒有把我噴磚的話，那就當做是給我一個機會。這邊的話可惜，那還有披風擋。OK， 那個披風經常都我發現我很常會把自己撞了一下掉回去。那這個還是要練那個距離感。OK， 這邊的衣服剛好，可以。那這邊的話，如果這個消極頭盔打不到最後一下，其實他就算前面打中了也沒用，也不會消极的。他主要是最後的一下有打中，才是有那個消极的那個功能。這邊的重地，剛才就是我所說。高低差 spawn cam 就是這麼好用，那我們嘗試一下再 spawn cam 一次，可以刷到，那這可以給他很大的傷害那這邊他換第3英雄，換錯 ，OK， 那邊我為什麼用這個頭盔？因為其實我最近有用一個新的頭盔，那其實我不知道那個頭盔叫什麼名字，中文的話，英文的話我也忘記了叫什麼名字。總之我叫它毒龍頭盔吧，因為總之都是它那個頭盔有个好處是，它除了可以有那個毒的傷害之外，就是如果你開啟方式只是因為它的技能就是可以，你放下很那個記錄點在地上，然後放完之後就會根據你的記錄點來放下那個毒的痕跡踩中的話都會中毒，然後陷入這個類似驚慌的狀態，就不停的亂跑。那如果你只放一個記錄點的話，那你的那個 CD 只會扣一半。所以我發現，原來這個頭盔那麼好用，通常只會扣一半的 CD 的技能都是十分之好用的。對，那我就稍微的拿來用了一下，我發現真的不錯用。OK， 那我就在這裡推薦給大家這個毒龍頭盔。對，就是我剛才第1回合用的那件。如果大家想知道哪件的話，你就可以拉前一點看。對，那到這個第3回合。
那這邊上一回合就因為開錯技能被他收掉了，那我們這局技能階段就小一點，看了 SD OK， 因為通常如果你看到對面的魔彈他身上發光的話，就證明他剩下一顆子彈，因為魔彈它有一個功能設定，就是它的機制，當它只剩一顆子彈的時候，它的那個 SD 啊是會破防加強制跪地的，所以的話，基本上如果对面站在一些很囂張的位置，而且他身上發光的話，你就準備抵擋他的那個魔彈 SD 了。像昨天那部影片所說，怎麼抵擋？我們只要跳到這個掉落區附近，讓他射我下去就行了。OK， 哎呦，這邊的不錯不錯，他騙的不錯那個。對這個的話 ，BB4 其實唯一的抗打方法就是把對面騙對面就行了，這個就是唯一的對抗方法。那他剛才騙到我，然後直接把我騙到下去的掉落区裡面，那不錯的。OK， 這邊的話，這就是那個毒龍頭盔啊，放下不同的记錄點後，有個毒的軌跡在這邊，對，這是不錯用的一件技能。那我也是推薦給大家的。這邊的話，拿下第3回合啊，那現在來到那個第4回合，那对面換了拉比亞達，那可能他發現前面那些英雄有點難對付我，所以試一下新英雄。當然拉比亞達也是鐵所說，對於那些比較善空中英雄來說，拉比亞達是完全沒轍的。對於那些英雄，所以的話也是沒什麼用。那這邊的話，他換回正常英雄了，那直接把他打下去，哎，沒有打不下。那這邊的話防禦啊，通常魔彈如果你第一時間抓不到他的話，你只剩下可以防禦這一個選項，因為魔彈它那個子彈實在是太厲害了，太厲害了。這邊的話，嘗試一下 spawn cam， 試一下重地能不能抓他，可以，就是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那個 spawn 裡面有那個高低差的話，你就可以用重地來逼迫對面2選1啊，要跳走還是防禦。OK， 這邊的話，如果猜錯之後讓我抓住，讓我做到那個 spawn cam 效果。這邊的話試一下 spawn cam， 哎，他直接跳走了，那我沒有抓他，那他這次就猜對了，那他就可以離開這裡。對，這就是他強制進入我的那個領域那個功能了。對，就是逼迫對面2選1。這邊呢可以啊。那不錯，讓他抓到我，那我的血量就讓他打了一半。但這就是為什麼技能階段是那麼重要的原因，因為你前期打得多好，你後面技能如果錯失了一步，就會讓對面那個血量追回來，就是這個原因啊。我這邊掉下去，然後但是我們先把我的頭盔抓緊了，頭盔永遠留在最後開，這是我的打法，因為我是沒有利兹主要英雄，所以的話，超雄的反裝是十分之重要的。OK， 這邊抓住，那這邊把他，哎，可以，他開了反裝了。那基本上呢，他如果主要英雄開了反裝，而且他沒有換英雄的話，那他都會陷入這個很大劣勢。OK， 這邊嘗試抓他，哎 ，OK， 抓到這個法老披風，不錯。那他應該是沒技能了。那基本上這邊的話，我會給他2套黑馬。我想他應該是吃不消這個傷害，那他應該是死了，我猜，對，他應該是死了。那覺得的話，記得訂閱一下，謝謝。